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庄道和。今天全世界都在吃瓜，吃谁的瓜？川普跟他幕僚长的瓜。白宫的幕僚长接受媒体访问之后，他是怎么形容他的老板川普？他说他的老板川普是酒鬼的性格。我心想，真的假的？也太直率了吧！但是他说的并不是川普很爱喝酒，而是他那一种喝完的极端自信、硬干到底，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他认为自己无所不能。我们之前就已经跟大家讲，川普已经大动作在委内瑞拉把油船给扣了。那时候我们形容什么？川普你跟海盗一样，跟强盗一样，你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呢？结果没有想到，原来这个局是布了4个月之久。为什么我会这样说？今天美国的中国特别委员会，他特别赞赏了川普，他说你做的真好。为什么做的真好？因为他这一次被扣的船叫做船长号。你看到这一张图就完完全全了了。你看到这个 skipper， 他完完全就是说，你船长号的路线全部都被美国所掌握。从7月份开始，从伊朗运油出来到南海，甚至还有人跟他做接头，把油给他之后。甚至到了11月、12月的时候，又跑到委内瑞拉来，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候，人赃俱获，瓮中捉鳖。你到底去了哪？跟谁接头？完完全全所有的运油路线都在美国的眼皮底下。所以今天川普被人家讲说他是一个酒鬼的性格，但更像什么？川普在打醉拳。茫茫的感觉，就像什么？他要去挥委内瑞拉一拳，但是真正最关键的时候，他击出的那一拳才是真正让中国感觉到痛。他要直接把中国给 KO 掉。好，我们现在介绍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张宇轩，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吴正峰，大家好；桃园市议员黄敬平，大家平安；专家林廷辉，大家好。好，最后一位是全球防卫杂志采访主任陈国敏，大家好。世聪，今天。白宫幕僚长威尔斯，他竟然说什么？他老板川普跟酒鬼性格一样，但厉害是什么？川普真的是，他不仅是酒鬼，他还怎么样？打醉拳。对哦，朦当中，一下委内瑞拉没有真正出那个直拳的时候，对。中国要被 KO 了，痛了。对，没错。刚才赵和用个非常好的这个形容，他说川普最近的招式真的好像打醉拳，你根本不知道他要做什么，好像是醉着，又好像是醒着。我们都觉得他的招式是这样。那今天呢，白宫的幕僚长苏西·威尔斯，他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他也说川普呢，这是个酒鬼性格。大家讲，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来看原文哦。While Trump does not drink， 他说川普其实是不喝酒的。He has an alcoholic personality， 他就是一个类似酒精中毒成瘾的这样的一个人格哈 ，and operate with 就是他的动作了 with a view that there's nothing he cannot do， 就是他没有任何事情他做不到的 ，nothing zero nothing。你看他又非常强烈的说没有这样的，所以他意思是什么？川普呢，好像是有酒鬼的性格，但是呢，其实他隐藏的后面是说，他用他酒鬼的性格呢，他变成是无所不能的一个状况，我一定干到底的。对，所以他不怕。对，所以你就知道说，事实上酒鬼酒醉之后，他当然是不怕，就是天不怕地不大，对，胆子非常大。所以我们就这好像跟川普的个性有点像。我觉得苏西·威尔斯来说的话，他的形容呢，我觉得虽然有一点点让大家觉得突兀，但你仔细来想，川普好像就是这个样子好像是喝酒之后，你完全猜不懂他打什么。你看。现在的这个习近平也被他打到有点懵，为什么？你看最近呢，他查扣这个伊朗的船只，他有查扣这个委内瑞拉的船只。表面上来说的话，他好像是要查扣伊朗，要查扣委内瑞拉的这个状况。但其实呢，赵你知道吗？事实上不是，他最后的目标是什么？他最后目标其实是在伊朗跟委内瑞拉后面那个大人。那个大人是谁？他一拳要打向习近平去，醉拳茫的，最后直拳要过来了。对，那尤其是最近呢，美国的这个众议院的国家安全这个中国战略顾问也说没有错，他们赞赏说这个所谓川普，你扣这个所谓的 skipper 这个船长号扣得太棒了。那为什么？我就讲，现在美国的朝野都知道，虽然说有很多花招，一下是委内瑞拉，一下是伊朗，一下是俄罗斯，但其实大家都知道，川普下了这个棋，最后还是要将军习近平的一个状况。我觉得事实上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你要让中国或者说大家人赃俱获，你就是要把事情来龙去脉都弄得非常清楚嘛，对？他们这次扣留这个所谓的委内瑞拉这艘船这个船长号的时候，他说他现在公布众议院的这个中国特别委员就直接跟你讲，为什么我们要
扣这艘船。对，他们就说我们从今年的7月就开始监控了，他还把这个路线图给你看。7月他在这个地方，现在他在伊朗的这个哈格岛，然后装了这个原油，因为伊朗原油现在是不能够卖。好，就被他是往中国的方向航行。你看，航行过了这个印度，然后穿越马六甲海峡，来到了这个中国的南海这个地方。然后他说，离8月11号、13号进行了船对船，就是有一艘船跟他对接。对接了之后，然后在这个货物在中国这个卸下，然后虚报了这个原油的来源，然后规避制裁，然后该船就返航，然后又来到了伊朗之后，然后又到往加勒比海航行的一个状况。所以8月11到8月13号就是这张图，没错。卫星空照图完全来，我们往前看，是你们两个是在干嘛？你在把油偷偷给了谁？对，好，你看我们在讲嘛，他还把时间点说。8月11到13，好，那你说你随便你在讲，好，我们就直接公布一个图给你看，你看到你2艘船在这边对接，海上对接，一艘就是 Skipper， 另外一艘叫做路易号，两个就在那边对接。他说8月13号在两个在这边地方并接，而且他说后来我们还有查了路易号的这个船只，对，的确你那个时候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他就这样好，所以他人赃俱获，对，时间表都跟你讲非常清楚。然后到了委内瑞拉，然后到委内瑞拉的何塞港，他说你至少装了大概110万桶的这个原油，那原油说目的改为到古巴，好，这样一个状况。他船的目的是古巴，但是就说没有不对啊。我们知道说，事实上委内瑞拉跟古巴距离很近啊，你根本不需要用到这么大的这个油轮啊。而且说真的啦，这个古巴有需要这么多油吗？根本不需要。所以这么近的时候，通常这么近的时候，都是用小油轮就好了一个状况，小船给你偷偷送的，就这样就好了嘛。所以你就知道说，事实上他当时就说，你这个最后的目的地并不是要到古巴嘛。所以他们到12月10号的时候，他们就在委内瑞拉附近就扣留了这个 Skipper 的这个船嘛。对，好，那扣留这个 Skipper 的船的时候呢，他说为什么要扣留他？他说你根本就乱编，你在哪里？为什么？你看这当时的应答器，他在这边哦。你看他还公布应答器哦，你的应答器在哪？在这个盖亚纳的这个近海这个地方。但是问题是，他说不是。他说：“我们当时把你追过来的时候，你就在委内瑞拉的何塞港里面。哇塞！所以你看，他就伪装说：‘我来这个地方，我是在盖亚纳。’对。但其实他是在委内瑞拉里面的这个何塞港。他太厉害，他伪装成这个样子。对。美国还能把他揪出来。对。美国就把所有都跟你讲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的应答器来到这个地方，你看是盖亚纳，对，在这个地方。但其实你是在委内瑞拉，就这样跟你讲，就是你知道。所以我们当然就把你扣下来。所以你看到目前为止的故事。”你不知道，美国就发现啊，你看你伊朗跟中国违法卖油，对，那委内瑞拉这个呢，你好像也是要把它卖到中国去的嘛，所以他就完全把它抓到嘛，好，那他们又开始说，我们调查之后，马杜罗从2021年的时候已经送了1300万桶的这个原油了给中国，对不对？给中国，就包括说伊朗跟这个所谓委内瑞拉1300万桶，对，1300万桶的话是多少？大家知道吗？这好几十亿美金啊！这个就是美国指控，就是你让这两个政权，中国让这两个政权有了非常多的资金嘛，那你就可以赞助啊。譬如说，你像伊朗就资助什么真主党啊，那委内瑞拉就来跟美国反抗啊，他就把你这个证据掀开了，然后他就说好。他现在还给你一个证据啊，他说，既然你是这个盖亚纳的这个船啊，那我就给你问盖亚纳。说你们这个旗下有这个船，有这艘船，他说没有，他说该船是以诈欺手段在盖这个悬挂我们国家的这个旗帜，所以他是从头到尾都完完全把他揪了出来，而且更可怕的事情是你中国干了什么事情？你以为大家瞎眼是不是？我已经盯了你4个月了，从7月盯到12月了，都快5个月了。是。你干了什么我都知道的，对，所以我就说，你好可怕哦！所以我就跟你说，川普跟美国，你看憋了多久，终于把这个大招拿出来了，对不对？也没有在这个习近平跟川普见面说给你拆穿，反正我就现在跟你讲这些证据，看你要怎么样，对不对？中国委员会就说这些都是跟中国有相关的，而且他就叫人赃俱获，我让你没办法讲话了。对，好，所以你看中国委员会的这个穆纳尔，他还写了一封信给贝森特。他说：“我们现在掌握了一些状况，他要贝森特去查什么？他说你要有进一步的补强这个制裁的这个漏洞。然后呢，另外一个，我们刚才不是说他们对接吗？对，一个对接是船长号，一个是路易号。他说你要去查路易号啊。他说你现在这个贝森特你要去查。他说为什么？他这个路易号来说他就后来就往北走，往北走的时候他还到什么地方？他到这个香港、青岛。”
然后大连跟烟台的港口。然后他就说，他的路径跟石油产品的非法运输到中国的沿海的模式是相符合的哦。然后他还说，这一艘路易号名义上是悬挂马绍尔群岛的这个旗帜哦，但是文件就是说它的所有权是属于一家香港公司哦，但是实际营运的单位是设在中国青岛的青岛海洋石油青岛的船舶有限管理公司哦。所以你看，他连船这一艘路易号，你的这个生辰八字、你的来龙去脉都给你抓得非常清楚。他根本是他已经跟贝森特把答案直接给你了，是对所有他的东西，他的路线，他的企业之后是谁，是答案给你，是你给我去抄他。对他简单的来说嘛，他就是其实是请贝森特你去接下来该抄的、该制裁，你就给人家制裁下去吧，就是这样子。所以那贝森特他现在接到这个话，你觉得他能怎么办？他也只好就做了，所以我才说，你看中国委员会已经调查得这么清楚，那现在中国可能是百口莫辩的一个状况。好，那我就跟他讲。事实上，这个其实呢，这个之前《华尔街日报》还报了一个状况。我们这一次扣了这个船是在委内瑞拉，对，但他说其实没有，他其实真的有在这个所谓约莫在印度洋这个地方查扣了一个从伊朗到中国的这个货船。他就说，一支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在上个月的印度洋的一艘船，这个登上一艘船，然后扣押了从中国运往这个伊朗的一艘这个货物的这个状况。他就说，阻止了德黑兰重建其这个武器库。对，好，所以呢，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德黑兰就伊朗啊，他前一阵子不是被美国炸吗？炸了核武设施完全都不见了嘛。那他现在也没有办法跟这个美国对抗。结果呢，这个没想到赵恒，你知道吗？美国发现说，你中国还想要偷运东西给伊朗啊？他就从中国出发，然后就经过马六甲，然后来到这个地方，然后美国登上在印度洋这个地方登上人赃俱获，把你查下来一个状况。好，所以我跟你讲，你看。查扣了一个伊朗的船，中国的船只到伊朗去，然后查扣了一个委内瑞拉这个船只，所以我才说嘛，你看现在美国真的是什么都敢做，他就跟你说我开始捞多啊，不利息不要弄啊，对，这就有点像是酒鬼嘛，对，所以我才说，你看苏西不是今天讲了吗？讲了呀，我们就讲，我们现在跟他讲，苏西到底在这个苏西沃斯到底在川普的团队里面多重要？你看啊。这是苏西沃斯，对，苏西沃斯这位中间，这是副总统人家 C 位，对啊 ，C 位，这是副总统这是卢比奥国务卿然后这个是他们的发言，你看他坐这个位置对，你要知道他的位置是多么重要。我觉得从他来观察川普，我们可以更了解。他说他对川普对委内瑞拉的武力威胁还有轰炸具有这个毒贩的船只，他说没有任何意义。他说他可能想要推翻尼古拉马杜洛才是真正的这个目的。他说他也想炸毁船只，直到马杜洛认输为止啊。他说比我聪明的人都说他会这么做。这好狠，他想要一直炸毁船只，对，没错，直到你马杜罗认输投降为止。好可怕所以你看他就是这样。好，那他就话锋一转，他说因为他能够这个效力在川普的时候，他就说，为什么他会把川普形容是一个酗酒的人呢？因为他的父亲就是酗酒。他父亲，所以他从小就在看他父亲酗酒。他说呢，高级功能的这个酗酒者，或者说一般的酗酒者，喝醉酒之后，他们的个性都被放大。对，所以他的意思是因为这个川普好像是这个个性是比大家想象中更加极端嘛。用台湾人讲，喝完酒会什么？大型呐。对，没错。安诺啦。对，弄来啦，就是有胆子。但是事实上，川普是没有喝酒。但是他就有这个胆子，对，他就敢怎么做就怎么做。那尤其是美国总统之后，他更大胆。所以你讲什么苏西沃斯，他的确就是川普的铁杆子的部队。他讲的话，川普也不会否认的一个状况啊。然后川普就马上就说啦，他说委内瑞拉已经被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舰队完全包围啊，这支舰队只会越来越强大啊。然后他们已经将所有威胁的冲击，一直到他们之前从我们窃取的所有的石油、土地还有其他的资产完全归为美国为止啊。这个川普在出入手上面用在全面封锁。所以苏西讲的没有错啊，他一直炸到马杜洛认输为止啊，所以才说事实上大总管说他有酒鬼个性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呢可能这个包括习近平或是很多跟他作对的这个领导人，你要好好想一想，酒鬼会干出什么事情来哈，不要吓人吧？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嘛哈。那我们刚才讲，事实上那现在到底川普要做什么？我们刚才不是说吗？他虽然是在打醉拳，但其实他有一套他的逻辑。对，他的逻辑是什么？他的逻辑背后就是要支持中国。你看，我们看最近。他最近不是发了这个国家安全战略吗？他就说台湾最重要。然后另外他最近呢，他对欧洲好像事务已经完全不管了，反正你要怎么做啦，你们欧洲人自己的欧洲人哈。所以最近有一个新的这个消息，就是美国的目前的战争部，因为我们看美国有非常多的这个军区这个样一个状况，你看有这个北美军啊，然后南美啦，然后包括说中央欧洲，然后还有这个中央的这个指挥区啊，然后还有这个非洲指挥区，一大堆很多指挥区，还有
印太指挥部，他们大概约莫是有6个重要指挥部。那现在的赫格塞斯的说法是说，未来我们要把将军都把它裁撤，也就是说很多的这个军区，很多这个指挥部、司令部，我们把它裁撤。他说什么？美国的这个中央部，然后美国中央司令部，还有美国的欧洲司令部，还有美国的非洲司令部，这3个，也就是总管这个所谓欧洲事务、中东事务，还有非洲事务。他说他们3个要把它弄成一个新的。叫做美国的这个国际司令总部，就这样，3个变成一个部。另外一个北美跟南美的这个南方司令部，也要把它弄成一个叫做美国的这个美洲司令部，对，这样一个状况。所以他们很多将军可能都会降阶，但是把它整并起来，全都并了。对，但是只有个区域没有动。你看这个地方，印太司令部其实是没有动的。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其他这些业务整并啊，这将军能整并的就整并，这3个地方我现在就整并完。那北美来说，他现在越会控制的越来越强烈。那另外就是他把这个从欧洲、中东或是非洲的这个力量往哪里调？要么就往美洲调，要么就是往这个印太调。印太绝对不能缩。所以我就跟你说，这就是美国现在的战略啊。川普现在打了这么多醉拳，我们讲了这么多，你看从他做的行为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我就说，酒醉的人是怎样？你不要听他嘴巴讲什么，因为什么？喝醉酒会乱说话，但是他做的事情绝对是真。对，所以我们来说，看这个有嗜酒鬼个性的川普的时候，你不要看他说什么，看他做什么。吉米，我们刚刚讲，现在印太是全美国最重要的地方。最重要的地方，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太检战当中，泰国杀红眼那种 F-16咻进去，连吴哥窟那边都要轰到。F-16凶不凶？凶，强不强？强。你看到？在全球，F-16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做，就在美国的格林维尔工厂来做。过去你要造一台 F-16非常久，你可能要3年半啊，你可能要4年啊。结果现在，他们的生产线完全变了，他们现在变成一年时间就造一台，有那么厉害？1年大概都不用，大概11个月啦。11个月就搞定了。快的话，那格林威尔这个工厂是在哪里？是在美国的南卡罗来纳州。本来他在这个搬到南卡罗来纳州的这个格林威尔之前，他是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这个沃斯堡。那沃斯堡呢，虽然年产量它的这个产线大，然后它的年产量也比较多，可是现在新型的 F-16V， 比如说你来看，它新出厂帮斯洛伐克做，斯洛伐克买的14架，帮保加利亚做了保加利亚买了8架。对，那台湾更不用讲，台湾66架，但是台湾还没有拿到，但斯洛伐克跟保加利亚已经拿到，因为他们的订单是在我们之前。对，然后所以他们已经这个拿到了。这个就是在格林威尔这个地方做的。那你可以看到格林威尔这个地方，它本来是在做这个西腰山洞、大力神，然后还有包括在做 P3C 的这个猎户座，专门在生产这样的。后来他从这个沃斯堡搬到格林威尔之后，格林威尔就变成 F-16它的这个 Block 17这个Block 17这个也就是俗称为 F-16V 新型的战斗机的专用生产的这个基地。你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等于是它打造了一个新的生产线。那在这里几乎把它成为说执行这个 F-16源源不断生产 F-16V 新战机的一个核心基地那而且它里面有很多现代化的这个自动设施。那在这里转移到这个格林威尔之前本来全球已经生产了总共4588架，差不多4600架的这个 F-16啦。那沃斯堡现在就专门作为这个 F-35闪电2型的这个生产的这样的一个组装工作。可是大家都想问一件事情，刚刚我们讲平均做一台要3年半，结果你刚刚说11个月，而且等于是什么？前面的货已经交完了，接下来就换到我们了，换到我们台湾了。那如果是11个月，那这 F-16V 不就赶快来？为什么它会这么快？就否台湾的？那你想想看，而且我特别刚刚讲到 F-35，说 F-16V 在格林威尔这个生产的这个基地它跟这个 F-35它一样，它F-16它采用了15种新的生产技术。对，那其中一项呢，跟 F-35有共同点，他们是用同一样的一个这个自动生产化的一个机器人，从 F-16V 的这个机身中部，它从钻孔到这个角孔到同步技术，大概约2800个孔它全部都是靠那样的一个自动化的这个生产的一个这个机器人，它这样可以做什么？加速它的一个工艺化跟生产的速度，降低它的成本，然后提高它的这个精度。所以这都帮助这个格林威尔 F-16V 的这个生产基地中心呢，可以更加快。刚刚讲的，以前可能要3年到3年半，对，现在11个月到12个月，大概最晚1年就可以完成。那你可以想想看，他现在是想要把这个整个格林威尔的生产基地变成说每个月平均可以生产4架。对，那很快
过不了几年，我们 F-16V 可能我们就来了陆续就会这个到手了。那所以你可以看到格林威尔的这个洛马公司，而且它的这个占地非常的这个大哦。它除了打造它的这个生产基地之外，它有3万平方英尺的这个空间，甚至呢可以容纳200多个人、200-300个人的一个休息室，还有60个人一个开会的这个地方。然后而且他们现在还打造了一个新的物流中心，可以让这里面的这个零件啊、工具物品可以快速的去流通。比如说它在设置制造这个机翼的地方，还有它的这个座舱的这个地方，它几乎一开始为什么会要那么久？它一开始草创时期只有25名技术人员，可是到现在已经多少人？700多个人啊，从原本25个人增加700个人，对，700个人不断的去增加，它同时也增加了在南卡罗来纳州当地大概1500到1600个的这个就业机会，而且他也很聪明哦，他还授权给希腊的这个航空公司，希腊航空供应公司 HAI， 还有以色列的 IAI 公司，韩国的 KAI 的这个航太公司，分散给其他的这个国家的公司，去帮忙制造一些机身、中机身的这个部分，还有甚至有些零附件，那可以加快它的这个生产它只要把它组装起来就好了。而且这个是号称全球最先进的这个油漆涂装工厂，就在格林威尔里面，因为它的这个喷漆厂里面有2个环境控制车间，还有一个独立式独特的下吸式的这个系统，它可以缩短它的制造时间，也可以降低它的生产的这个成本。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供应上全球400多个，它可以在12个国家，主要8个国家地区生产。而你现在看到这个 F-16V 的它的一个生产大概的样态，你从它的这个机身的一开始，它的整个组装，然后它照它整个那个子组件，就是零附件、子母的这个组件组装的这个过程，最后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这个机身。然后你可以再看到它有很多的自动的这个生产线，也有优秀的这个工程师的这个技术人员。最重要的是，它把机身主要的几个感测器啊，还有这个压力感测器、温度感测器跟弓角的感测器，全部都结合在一起，由这样的一个飞行的增强了它的一个实验数，增强它的这个实际的数据后，它去把它提升它的生产效能。它做的非常非常细耶。对，洛马公司相当倚赖这样的一个格林威尔地方，而未来台湾的 F-16V 也真的要靠这个地方不断的打造，然后再拿给我们。好，我们刚刚听完他完全之后，我们知道一件事情，现在美国是玩真的。今天国民哥要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我今天看到这一张照片的时候，我吓了一跳。这是谁？这是国防部长，他们现在战争部长赫格塞斯。我说他去巡视，他去看了什么？他说现在美国有一个最新的杀器，叫做极音速武器，叫暗音。我心里想，到底在搞什么鬼？有到这么强吗？结果你看到这2张照片，他们很坏。故意把这些照片通通都遮了起来，等于是我根本不知道暗音是长什么样子。他现在跟中国也玩这种跟星战一样了。对，没有错。其实暗音这种所谓极音速武器它其实来讲是美国早就已经发展了。他还形容什么？他说暗音它跟狙击枪一样，跟银弹一样。它等于这种我们以为是很大颗啊什么弹那种非常大，没有，它跟狙击枪一样，一射出去咻一下，快又准。而且杀伤力又很大的，应该说快很准的哈。那其实不只是他赫格塞斯呢看得到是美国陆军要装备比如说他这个发射架嘛，跟爱国者飞弹发射架一样但是呢，其实它还有一个伏笔伏笔是什么？它以后呢还可以保留在这个大型的驱逐舰，比如说朱瓦特级驱逐舰，还有这个潜舰上。换句话来说呢其实你看潜舰呢它可以潜出到比如说西太平洋它偷偷摸摸的潜到附近的沿岸附近，其实不用到附近沿岸。因为暗音的射程有多长？不长啦，2000里。什么2000里？其实很长，3500公里。3500公里，非常，这个是粗估那当然说它的弹头威力说的只有30磅，30磅说的不重但是呢，它可以打得准为什么可以打准？因为现代化的飞弹的巡标器它很精良它加上中途有惯性导引GPS、INS， 还有最重要的是所谓的现在的 AI 智慧可以帮助这些飞弹能找到它要撞击的目标，所以其实它可以打得准那这些速度有多快呢？其实从飞弹发射出去之后呢，20分钟之内就可以到达它的目标，所以其实它的预警时间很短所以其实虽然说它的弹头威力不大30磅，但是它可以打得准万一这川普真的蛮干像委内瑞拉那样蛮干的时候怎么办那目前的局势是说，美国手上有这种长程的狙击飞弹，不是狙击枪，是狙击飞弹。狙击飞弹，对，狙击飞弹。那其实说真的，这个蛮有趣的，所以蛮有趣的。应该说这个算是所谓的军备竞赛。对。那其实这型的飞弹，这种极音速飞弹我们用
用简单的来讲，我们用原子笔来形容，对原子笔来形容，就这型飞弹呢，它分为3节哈。那第一节呢，就是第一节火箭呢，它打出去之后呢，其实这个弹头会脱离，这个弹头就会脱离。那这个弹头呢，这个叫所谓的极音速的滑翔载具哦。那这个讲出来，可能大家会觉得很悬哦，就是说，好，我们假设呢，这一枚飞弹的话呢，这个叫抛物线，这个很好算嘛。对。但是呢，现在这个飞弹很聪明，所谓很聪明，就是说这个飞弹脱离之后，打到大气层之后呢，它居然落地的时候，不是返回大气层的时候，它居然会飘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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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所以你很难计算你要怎么去拦截它。这个之前叫所谓的3格弹道，那其实这个中国已经研究出来了，他们还有全学生弹道。那其实这种神兵利器来讲其实会造成对方很难以防范因为其实我们刚才讲过了，它的弹道是这样下来的时候是飘啊飘啊，你怎么去拦说真的非常难以去拦截那难以去拦截的话，其实美国也叫板说，我美国已经发展出来这种东西。你中国要不要跟？通常来讲是要跟的那不管怎么样，要跟不跟的话呢，其实会加速中国经济的一些凋敝的状况。国民哥，我们今天想问一件事情：如果今天美国真的搞暗鹰这件事情，它明年就要开始量产，就要开始放。那如果它放在哪里，这很重要。你刚刚说3500公里，那不是开玩笑。3500公里，如果你今天放在关岛，那恐怕中国可能会真的吓歪嘞。那这张图可以很清楚的指出说，这所谓的3500公里，它是2173里，那你换算成公里就3500公里。好，假设你部署在第2岛链关岛，关岛它可以打击到这么远的地方。那我们再假设一个范围，我们把这个安妮，应该说美国把安妮移到菲律宾的时候，这个扇形的火力打击范围不就更大吗？是。等于中国都在涵盖范围内。对，那其实美国的我们刚才讲过，它民主兵工厂一旦动员起来，它的产能是很可观的很可观的话，其实第一个量产之后呢，其实它单价来讲就相对比较便宜。对，但是我们还是必须说，就飞弹来讲本身就很贵但是我们刚才讲过，它打得精准所以它打得精准，它有什么能力？说真的，它有反斩首的斩首能力，这一点是提醒我们说不要忘记它有斩首的能力。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